党的潜伏特务究竟有多嚣张？明明悄无声息地洗劫了金库，却偏要留下破绽。而看着即将被解放军包围的窝点，特务头子非但没有一丝担忧，反而露出了阴谋得逞的笑容。因为这场劫案背后是他针对陆正阳精心设下的杀局。欲要而来。此刻废弃的厂房里，一切都完美的像是一个戏剧舞台，散落的工具、地上的残渣都在告诉陆正阳，这里就是套物洗白黄金的窝点。可这反而让陆正阳神经紧绷，他敏锐地嗅到了一丝不对劲，这不像是一场仓促的逃离，更像是一次刻意的布置。就在他大脑飞速运转，试图找出破绽时，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突然从厂房外传来。而当陆正阳小心谨慎地靠近电话时，却不知自己的脑袋已经被敌人的枪口锁定。可奇怪的是，狙击手并没有开枪。原来他只是郑兰亭布下的第二道保险，真正的杀招在电话里。听到爆炸声的郑兰亭心里窃喜，可就在他以为自己的计划成功时，却怎么都想不到陆正阳竟然毫发无伤，而自己的手下鹰隼却危在旦夕。原来早在进入厂房时，陆正阳就对鹰隼藏身的大楼产生怀疑，因为当时大楼周围盘旋着一群鸽子，却迟迟没有降落的意思。而动物的本能远比人类敏锐，那群不敢落脚的鸽子就是大自然用最原始的方式发出的警报。当发现自己扑空，紧接着又是突如其来的电话，陆正阳就意识到对面高楼有埋伏，而这个电话就是把他引到狙击点位的诱饵。所以他没有第一时间接起电话，在观察四周后，很快就发现了藏在桌下的炸弹。他立马猜到敌人的意图，这是给他准备了连环杀招。确认自己身陷绝境后，陆正阳非但没有惊慌失措，反而瞬间制定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反杀计划。他要顺着对方的陷阱将计就计，把猎人变成猎物。是，他们应该看不见，想办法靠近他们，如果引爆者，他们的毒素进去，神机装。他一边指挥队友包抄对面的高楼，一边用麻绳绑在电话听筒上。他握紧绳子的另一端，猛地向后一拉，同时整个人从窗户里翻出，有惊无险，算是逃过一劫。爆炸响起的那一刻，他的反杀计划也已经开始。暗处的鹰隼以为陆正阳已死，嘴角刚刚泛起一丝冷笑。可当他准备撤离时，却发现自己所在的大楼已经被包围。王立群心中大骇，但身为郑兰亭的得意门生，他自然没那么容易束手就擒。于是不等被人发现，他先发制人，果断朝解放军开枪。一时间，所有人都冲向楼顶，势必要将此人活捉。可这时这个上楼的时间差，鹰隼已经通过提前准备好的逃生路线，先一步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行动失败了，下路的没死。具体什么情况？下路惊得跟鬼一样，炸弹没把他炸死。听到这个消息，郑兰亭的脸上第一次浮现出明显的不悦。自己精心策划的连环杀局竟然被对方如此轻易的破解，这让他意识到陆正阳这个对手比他想象中还要难缠。但眼下他没时间纠结于失败，当务之急是必须把手里这笔抢来的金条尽快脱手，换成能流通的资金，否则他这个新成立的潜伏站就得喝西北风。但他忽略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历史问题。为了搜刮民脂民膏，他们国民党败逃时推行的金圆券政策，早就把上海老百姓手里的黄金、银元收缴得一干二净。如今的市面上，除了地下钱庄和赌场，没人能吃下这么大一批黄金。而自食其果的回旋镖也很快在接下来的行动中应验。陆正阳这是看透了这一点，在抓捕王立群失败后，他立刻转换思路，将侦查的重点全面转向了上海的地下钱庄和赌场。果不其然，线索很快就来了。一批冶炼工艺粗糙的黑金正在一家赌场里秘密流通。陆正阳当机立断，找到赌场老板开门见山。老板也是个聪明人，知道这是神仙打架，自己犯不着为了几个特务把身家性命搭进去，于是竹筒倒豆子，把交易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全都交代得一清二楚。双方约定第二天下午6点，在先施百货的咖啡厅各自开一辆黑色的别克车，一辆装黄金，一辆装大洋，在咖啡厅里交换车钥匙，然后各走各的。交易当天，陆正阳布下了天罗地网，而没察觉出危险的特务在与赌场老板完成交易后，还不忘放下狠话：杜老板，你要是敢透露一个字儿，我杀你全家。而就在他准备开车回去复命时，却直接被藏在后座的陆正阳控制。可陆正阳做梦都想不到，自己的对手郑兰亭一直都有给行动上双保险的习惯，一旦接头人暴露，就会有人立刻执行物理删除，彻底切断任何可能追查到核心团队的线索。
一声枪响，刚刚被制住的马仔眉心中弹，当场毙命，线索再一次被硬生生掐断。虽然公安局成功追回了全部金条，但整个专案组却笼罩在一片失败的阴霾之中。陆正阳也彻底意识到，他面对的是一个组织严密、手段狠辣、智商极高的顶尖犯罪团伙，这将是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战斗。树虽然被砍了，根儿还在。这很可能是保密局留在上海的一支精锐。不把它铲除干净，他很可能会把这些丧家犬再组织起来，造成更大的破坏。有阳光，就会有阴影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去守护那些阳光照不到的地方。陆正阳，到，带领同志们把他们挖出来。是。